战神，那个林夕喝多了，我带他回桃林吧。没事，我带他回去吧。可是，九成抱抱，抱抱。去哪？回天溪宫。我们去从济园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他们干嘛去啊？我哪知道？喂，程烨，等等我呀！不要。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干好干好，不然会着凉。听话啊，乖。我去帮你取解酒单。不要。你乖，我去取解酒单啊。不要。我不要吃什么解酒丹。花疗辛辛苦苦长的头发，程烨辛辛苦苦酿的酒，我辛辛苦苦喝了那么多。才不要吃什么解酒丹呢。还是从济园好，没有13，没有于理，就只有我们2个。你喜欢这里？很喜欢，很喜欢。以后我们成亲了，就住在这里好不好？你可是答应了。不过，是你主动的，你要负责，不许反悔。我怎么今日看你更加好看了呢？林夕，不要胡闹。倾盆而下，让愿化作浪花去拍打。此刻你是危险了。一丝瞬结果，漂泊于心的水火，为你洗彻一生的苦涩。秋晨，我们成亲吧。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。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觉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。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落花一侧，惆怅两处歌。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痛吗？倾盆而下，让愿化作浪花去拍打。不敢沉默，一丝生结果，漂泊于心的水火，为你洗彻一生的苦涩。随你笑呵，随你翻唱歌，不恨此花费尽恩怨为何？你看，池月淡淡，任凭海水
醒了？啊？喝了那么多酒，头疼不疼？昨天晚上，你别说了。这个本来想在你卸任国主之后给你，看你那么着急，现在就给你。婚书，谁着急了？我急，我很急很急，一天都不能再等了。国主，国主，该用膳了。这么快？本君看书竟都忘了时间。你让他们把东西放下，就都回去吧，这里不用伺候了。是。神尊，灵犀尚未卸任国主之位，暂且无法过礼，但我们还是先备好了。这里有小礼36件，中礼64件，大礼120件，金器200，玉器600，法器80，神器40。这几件是何物？这叫六正，嫁娶之物。俗话说“3媒6正”，指的正是此物。马鞍，马鞍与安字同音，取个长久平安之意。大婚当日，把它放在门槛上，新娘子跨过去，预示着一世太平、和睦安乐。本尊见凡人婚嫁亦是如此。是，凡人的婚嫁习俗也来自于我天族。这说起来，天宫许久没有办喜事了，这一次神尊大婚，定是6界同喜。到时候，就连凡间的得道修行之辈，也会前来天宫祝贺的。神尊，大婚当日，灵犀应该已经卸去国主之位，到时候我天族迎亲队应该会前往桃林迎亲，但不知是迎来福音殿，还是迎往从妓院呢？还是从妓院好，没有13，也没有玉离，就只有我们2个。神尊，从妓院吧。是。
神尊，老仆看殿中多了许多婚嫁之物，可是神尊好事尽了。是啊。哎呀，神尊大喜呀！老仆恭喜神尊。神尊，老仆新近得了2壶好酒，要不要尝尝？好啊。神尊，成亲好啊！神尊将来再生出个娃娃来，那咱这从吉院可就热闹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你的日子热闹起来，那可是长长久久、圆圆满满啊，热闹起来了！天尊，此非易事，你我必须商定之后再行决定。恐怕魔族不会再给我们商议的时间了。当年封印有名之门，就是本尊。战神到！天尊，九臣拜见天君。见过师尊。九臣来了。这是山林国主的奏书，灵犀他举荐山林族场庭仙君，接任国主一职，日后不久就会正式送上诏书，还望天君先行过目。本君已经听你师尊说过了，灵犀准备辞去国主之位，接下来就是你2人的婚事了。是。平身。九臣呐，人家为了你，连一国之主都不做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善待人家。九臣明白。另外，臣特来向天君告假，举荐天雷真君代替臣接管占卜之事，还望天君恩准。这是喜事，本君准了。谢天君。九臣，大婚所需之物准备好了吗？正在准备。你是战神，地位显赫，大婚之事不可草率。本君一定会送你一份大礼。多谢天君。九臣，你先去吧，我和天君呢有事要商议。是。神尊，请。白山仙君，啊，天尊最近常来找天君议事吗？是，已经连着好几日了。也不知道在聊什么，每次天尊来，天君都会屏退左右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九臣啊，是我请他来的。你发觉了？是你做的。是我如何？我不如你，不如你幸运。上天从没眷顾过我，到头来我什么都不曾拥有，而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你可以选的。你可以不下傅领院的。天族之内，能做此事的并非只有你一人。你的师父，那个天君，他们都是法力高强，超脱六界之辈，自带镇魔之力。他们为什么不去？他们为什么选择你？为什么让你带他们去死？别急着杀我。话还没讲完呢，你是战神，无人能敌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你若去了，便会永困渊底，无法解脱。你和灵犀历劫3世，好不容易在一起，你舍得撇下他吗？九臣战神，想想吧，好好选。幽冥之门一旦开启，魔界群魔涌出，世间生灵涂炭，山灵族首当其冲，谁也跑不了。想想吧，是做一个孝顺徒弟、忠臣良将，牺牲自己成人取义，还是做一个如意郎君，带着自己的爱人，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多么美好！想想吧，想想吧，好好想想。有的选，多好。那你可愿跟我一生相守，不离不弃？当然。那你可愿一生照料我，陪伴我，绝不抛下我？我愿意。
还有呢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也不可以多瞧别人。弟子九成今日在此敬告天地，弟子生而为神，得见造化，今后必当谨遵师尊训示，苦练神通，修习功法，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，无日以敬，自胜者强，除魔卫道，斩杀邪魔。启仙君代为通禀，就说本尊有紧急要事，需要立刻面见天君。哎呀，神尊啊，时辰还早，天君近日事务繁多，经常彻夜忙碌，不眠不休。这有什么事儿不能等待会儿朝会上谈啊？若能等，本尊现在也不会在这儿，还请仙君代为通报。哈哈，战神，远远的看着，就像是战神。果不其然，今日战神真是好兴致，这么早来，向天君请安。真君也是起得很早。哈，本座公事繁忙，日日如此。真君勤勉。啊，战神，看你的气色不太好，出了什么事吗？你这样看着本座干什么？本尊听闻，当日真君在紫云台上封神不成，被雷火之气伤了本源，一直在服用药王洞的9味丹药。谁说的？没有这样的事啊！真君的功法本就属火，与紫云台上的天劫雷行实属同源。哦，强行以药物镇压，于己不疑。真君不如炼化它，这样反而有助于真君的修为。神尊，请。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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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00年已经过去了吗？青瑶呢？青瑶为什么没有来接我呀？云峰，有一件事，我要你帮我。师兄，你别再开玩笑了。
不是我，便是师尊。师尊这一生守护6界，你我都是师尊的弟子。这个时候，难道要师尊冲在前面？那我去，让我去。本身我的雷击之情就没有结束，正该我去才是。你不行，法力不足，去了也是无济于事。那你怎么办？你会困死在里面的。我是战神，守护6界，驱魔除妖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那灵犀呢？灵犀怎么办？你刚刚还跟我说你们已经互换了婚书，他也奏请了天君，山林国主之位另请他人。你走了，以他的性子，他会安然放手，任你永镇富林渊下吗？所以我要你帮我，我要你假装成是我，继续留在天宫，断了他的心思，装作颓废待政的样子，将战神之位交给天雷真君。你早就想好，甚至说服了天君，才拿来赦令放我。云峰，你记得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什么？处事以智，立身以勇，修心以仁。我俩都是天尊山的传人。太平之时，我们可以风花雪月，逍遥度日；危难之际，我们便要挺身而出，护佑苍生。灵犀，他也是苍生中的一员。若魔族倾巢而出，山林族首当其冲，我护佑苍生，也是保护了他。若有一天，他知道了真相，定会明白我的用心。神尊，这是神尊所需的迷神丹，比我上次在紫云台用的迷雾药效更烈，即使迷魂上仙，也只在弹指之间。若是像本尊这般修为的呢？神尊仙法超然，这世上恐怕很难找到能迷晕神尊的药物。不过维持个2、3息，应该还是没有问题。不知神尊要这迷神丹有何用？磨练心神，多谢一贯。何方小贼，竟敢偷偷折我桃林的花枝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是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找我啊？找你师姐，有一些医道上面的事情要请教她。那你要走了？嗯。那我送你吧。本想去山林族看你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想我啦？可想你了。啊，天君可收到我的奏书了？他可答应了？嗯。凡间水患严重，妖兽作乱，我们山灵族也受到了波及。等这件事情平息了，我再与群臣公布此事。好呀。逐日鸟。林溪，
什么呀？我若死了，记得要找个对你好的人啊。什么？我比你大几万岁，肯定比你先死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要是敢抛下我，我就把你给忘掉，生生世世都不再记起你。我现在可是上神，我又是当过国主的人。还有，像我这样，找什么样的美少年没有啊？我到时候气要把你给气活过来。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你说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？我们才分开几天，我就已经很想你了。等我们成亲之后，搬去从吉渊住，好不好？那花里瑶占了我的房子，我在桃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好啊。不过从吉渊好像过于冷清了，家事摆设什么的得换一换。我还想种一株桃树，就怕从吉渊太冷养不活。那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当然。凡间的鸡，可不可以拿到从吉渊养啊？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养一窝鸡，让它们生蛋给我吃。你可得给我搭一间厨房，我可是日日都要吃饭的。哎，我想想啊，还有什么事来着？哎呀，我都忘了我过来干什么的了。我是来找我师姐取布料的。取布料？琼黄火蝉吐的丝，织的布艳若朝霞，是做嫁衣最好的料子。我想自己给自己亲手做一件嫁衣。你喜欢什么颜色啊？你怎么了？今日看起来怪怪的。没有啊。对了，长生节带在身上了吗？我日日都带着它。放在我这儿吧。为什么？想你的时候，我可以看着它。油嘴滑舌。好啦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回去。我忙完这几日就去福云殿看你。走了。我走了，等我啊。如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答案没有题，如果有眼睛，那你可愿一生照料我，陪伴我，绝不抛下我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也不可以多瞧别人。啊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不可以多瞧别人。
弟子昨日去桃林，见这酒特别香醇，特地拿来孝敬师尊。话说起来，已经不知道有多久，未能与师尊同桌共饮了。是啊，为师辟谷多年，已不知这杯中之物是啥滋味了。果真是好酒啊！九臣呐，你拜在为师门下有多少年了？16万年。时间太久了，都记不得了。师尊的心装的是八荒六界亿万苍生，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。弟子本来想继承师尊的衣钵，但是却分了心，有了思念。想为师有什么好啊？这心无所系，活得就像这顽石一般，一点趣味也没有。你现在这样子啊，为师就很欣慰啊。九臣呐，当时为师阻止你去救灵犀，你怪没怪过为师啊？没有。为师呢，也是有私心的。为师这一生，只有你和云峰这2个弟子。云峰性子跳脱，难当大任；唯有你，自懂事起，便知道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。守着这日月轮换，星辰转移，年年岁岁，从不抱怨，也不迟疑。日子一久啊，为师就忘了，你其实也是个孩子啊，从襁褓中小小一团，长成如今的7尺男儿。你并不是生来就是战神呐，你只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罢了。如果你的父母还活着，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也会如常人一样自在长大。为师倒是觉得对你太过苛刻了。也并不是从无抱怨。说说看。记得弟子13000岁生辰那日，师尊赠予我昆吾剑，教了我奔雷剑法，弟子很是喜欢。将自己闭关在洞府内200年，领悟剑诀。出关那日，师尊令我去北海找云峰。我到那里时，发现北海小皇子正在操办宴席，庆祝自己的生辰。那个时候，弟子才发现，别人的生辰是可以呼朋唤友、饮酒作乐的。可是事隔不久，水妖雷蛇肆虐北海，北海小皇子死于蛇妖腹内。弟子以奔雷剑法斩妖除魔，因此一战成名。那个时候，弟子才明白师尊的一番苦心。高山流水，宁静澎湃，都是恩情。师尊对弟子的爱护，弟子一时披肝沥胆，报答师恩，已百死不悔。你我师徒之间，无需说这个。现在不说，弟子怕是之后没有机会再说。九臣，你要干什么？傅林渊的事，弟子已经知晓。你想干什么？不能做傻事。